起那么早，半斤？半斤来叫我起床了。昨天睡得好吧，半斤？我发现半斤他不是来叫我起床的，他是想搭在我身上睡觉。昨天晚上睡得还挺舒服的，因为到了下半夜气温就下降了，好像还下雨了外边，然后呢就没有那么闷热了。反正下半夜还是睡得挺舒服的。我只盖了一层薄薄的这个棉被，估计半斤也是。你看，他还想再睡呢。半斤起来了，起来了。我们还得继续出发赶路呢，好吧？外边果然是下雨了，下了一场雨。网友他建议我，就是不要装那个魔盒。如果换了那个风铃铁骑的话，装魔盒的话呢，它会大大的影响在车内的一个舒适的程度，因为它会压缩了这个车内的高度嘛。没有这个高度的话，你就没办法坐着这样子穿衣服了，就只能躺在这个床板上穿衣服，会很憋屈、很压抑。长久以往的话呢，就对这个腰椎啊或者对身体不太好，就建议我呢要选择半边的那种魔盒，比如说只装这一边，然后留着这一边能够正常的这样直起腰子直起这个腰部。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蛮好的，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如果在车里面一直弯着腰直不起这个背部的话呢，是很难受的。所以说到时候呢，我可能就找一种能够只装半边的这样子的魔盒。但是我装的那一边魔盒呢，主要是要拓展一个长度。上次我躺下那个坦克300不是长度不够嘛，我就只能够斜着躺，所以说装那个魔盒主要是做成一张大床这样子的。到时候去看一下吧，等提到车再说。目前呢也只是想想而已。我本来还以为呢，在车上睡的第一晚会很不习惯，就是因为接近2个月了嘛，都没有睡在车上了，所以说，但是出乎意料的，昨天晚上还睡得挺好的。半斤应该也睡得挺好，可能是因为天气转凉了，然后车里面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呢睡得还蛮好的。半斤应该昨晚也是睡得不错的。哎呀，现在半斤去溜一下。哇，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哎。我现在牙齿还有一点点疼，就是那个拔了那个牙洞那里啊，可能还得一段时间，它那个牙槽骨呢才能够完全长好，毕竟它是骨头不是肉。都爬到我的箱子上面去了，马上带你出来。来，进去，下去。半斤不听话了，它想出来了。半斤，你看，这座位上全是你的狗毛。他睡觉的时候给他垫了这一层这个垫子了，但是还是弄到上面有狗毛。日常清理还是用这个粘毛的东西，不然的话太多狗毛了，看着强迫症都要犯了。下的这场雨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了，就只能开慢一点的在路上。溜完半斤了，现在准备继续出发，前往南宁。南宁这区我们去的是上林县那一片区域，因为有网友推荐给我推荐的那片区域呢，说比较风光比较好，所以说打算去那边看一下。我昨天发了视频，就有网友给我推荐一款应声顶的帐篷，就是那款高和的，全称是高和什么我忘了，就是专门给坦克300设计的一款车顶应声顶的帐篷。然后它那个帐篷呢还可以安装空调，然后呢是从这个车上面的这个天窗这里爬进去的，而且是电动的，好像是。但是我本人呢对这种车顶帐篷没有太大的兴趣，一个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车顶帐篷它的一个防风防雨或者隔音隔温的一个性能比较差，就不像在车里边睡得比较踏实一点。有的时候下大雨啊或者刮大风啊，可能车顶帐篷它的这个舒适度就比较低了。还有一点就是车顶帐篷呢，它给我的感觉太高调了。比如说我在服务区睡觉，或者我在野外过夜，在村庄里面过夜，然后搭起一个很大的帐篷，就感觉好像是让大家都知道车顶睡了个人似的。所以说呢，我个人更倾向于睡在车子里面，在车里面呢有更大的安全感。
刮风下雨都不怕。那这款产品设计是很不错的，只是说我个人并不倾向于这样子的一个出行方式吧。我还是会优先考虑在车里面安装一个半边的磨合，就半边，留着半边来工作。感觉这个雨越下越大了，我还是开慢一点吧。我昨天才出发就遇到连绵下雨的情况了，估计这场雨要下好几天哦。希望早日放晴吧。虽然景色很好，但是这个雨是很大，我对接下来2天的行程计划安排有点担心啊。刚出发遇到这么大的雨，我还怎么拍摄呢？连无人机都飞不了，人算还是不如天算。我现在算是正式进入南宁了，南宁的上宁县到了。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是西堰收费站，这600公里跑完了。拿发票？不用了，谢谢。要检查这个。你好，扫码是吧？我从广州过来的。别叫。还好广州没有疫情啊，要是广州有疫情的话，我这哪里都去不了了。因为我是广州出发的，所以说，我就是想来这一片区域，大龙湖。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天色都是阴沉沉的，一直没有放晴，太阳也没有见出来，所以我都没有飞航拍，不然无人机飞起来就打湿了，就进水了。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这个水库旁边的一个村庄了，然后这里的景色真的是特别的壮观，看到没有？青绿色的湖水里边呢还有一个石柱，特别的漂亮。这边还有村民在捕鱼，这是他们的渔船吧？哇，山山水水，特别喜欢这样子的环境。准备走下去看一下，看看抓了什么东西在那个渔网里边，去问一下。他们这边是就在湖里面抓的鱼哈。对呀，就这个呢，才活蹦乱跳的这个。哇，这是叫什么鱼啊？木斗鱼。墨斗鱼。木斗鱼。哦，木斗鱼。对。哇，这么多啊！多啊，不多。你看那个网里面还有好多哎。啊？这个网里面还有好多。没有了，这不多了，就这么一点了，没有了啊，不多了。平时早上拉回来更多。哦，早上还会拉一大船回来哈。早上拉回来卖给老板。那你们每天就是出去打鱼了？对呀，那就进，人家不是老人不是说进山告山，进水告水吗？那我们不到水里面去捞这些鱼，怎么过生活是吧？对，靠水就吃水了。对呀，就靠这些生活了。这些是怎么煮着吃啊？炸着吃吗？煎的。煎的，炸的更好。哦，炸的更好吃。对，炸的更好。这么晚了才来，能干煎吗？对呀，来晚了。我今天本来要早点起床的，但是来晚了。哦，睡午觉过头了是吗？对啊，睡过头了。南宁赶来的。我是广东的。这个山旮旯的这里怎么会钻到这里来了呢？你们这里也不是山旮旯，哪里有山旮旯这么漂亮的？不是啊，你们这里叫世外桃源，好吗？世外桃源，你就真的，你们这里好漂亮！你看那个山，那个水，我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地方。是吗？我觉得你们这里比桂林还要好是吗？对，还要好。哦，你是要把这个鱼挑出来是吧？对，就是有些不同种类的。虾。哦，有虾米在里面。哦，有虾米。你们每天什么时候去抓呀？要是天气好的话，4点钟就有人就去了。我一般都5点多。像这些能卖多少钱1斤啊？是吧？这鱼。卖给老板15块。15块钱。那就这个地笼。哦，地笼放在那里，它就自己钻进去了。对，现在这个时候就放在旁边，浅一点的地方。哦。如果像冬天的话，就放深一点的地方。
然后它就会自己钻进去。哎，对。然后晚上就去捞就可以了。不是，要过2天。哦，过2天。2天是你一放下去就第2天就去捞，哪里有？我以为你们放一下，1天就能捞那么多上来。没有，100几十块钱我们也愿意去捞。哦。那在家里哪里来的钱是吧？就这样，我们就这样过生活的。嗯，这里空气好。不止山好水好，空气更好。所以这里的人是不是寿命特别长？属于上林的啊，上林的不是说那个就是长寿之乡吗？对，对吧？